什么情况？陌生的绣和服，大红花轿，这莫不是迎亲队伍？我一个医毒双绝的玄学大佬，竟然翻书了！傻汉男，一边想和白月光在一起，一边又舍不得我的钱财。小姐，你就想开点吧，哪个男人会守着一个夫人过日子？花轿都已经停在侯府门口，若是这个时候使小性子闹起来了，可不好收场。啊，佩兰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侯爷就算以后要纳妾，那也是妾，哪有成婚当日就娶平妻的？传出去，我们小姐成什么了？新娘子，请下轿。爽爽，侯爷，舒儿，小心台阶。侯爷，宋姑娘还没有下花轿呢。你家小姐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还要本侯亲自请她下花轿不成？侯爷，我家小姐与你早有婚约在先，在此之前，你可没有说过要娶平妻。今日两个花轿同时进门，将我们小姐置于何地？若真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下人的，没一点规矩。究竟是谁没规矩？林之月，你欺我在先，辱我在后，现在还好意思教训我的丫鬟？谁给你的脸？若真，今天这么多宾客在前，你不要胡闹。双双乃是平妻，进门之后，只要你愿意和睦相处，我亦不会亏待你。不必了，今天的婚事就此作罢。姐姐，你别生气，都是双双的错，你别生气。即便是平妻，你与侯爷早有婚约在前，我也定是处处都听姐姐的，一切都以姐姐为尊。我是真心爱慕侯爷，当年也是因为家人不同意，这才没能和侯爷在一起。姐姐要是不愿意，我当妾也可以啊，只求你千万别生侯爷的气。双双，我怎能让你为妾？当年若不是你家人不同意，我们早就成婚了。哈哈哈，真是一出好戏呀！你做什么？2年前是你主动求娶我，又不是我非要嫁给你。我家本不愿答应，是你在我宋家跪了2天。见你一番赤诚之心，老夫人又口口声声承诺一定会待我好，我爹娘这才答应。怎么现在摆出一副我棒打鸳鸯的样子啊？什么姐姐妹妹的，我瞧着你的年纪比我还大，怎么好意思舔着一张脸叫我姐姐？你不必哭哭嚷嚷的退而求其次，我将这侯府夫人的位置让给你，我可没有上赶着将嫁妆送给渣男一家的打算。姐姐，你如今已经20，过了婚配的年纪，要是退了婚，岂不是嫁不出去了？我的事用不着你费心，况且你年纪比我大，你都嫁得出去，我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宋若真，你可想好了，今天你要是退了婚，就再也没有进侯府的机会了。谁稀罕？好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你别后悔。我们就此退婚，一别两宽。等等，你现在知道后悔？婚事就此作罢，但侯府吃我的用我的，乃至你娶秦姑娘的凤冠霞帔、花轿轿夫等等，全都用我的银子吧。侯府筹备这桩婚事，布下的喜宴席面，皆出自宋府。之前你我要成婚，我不予计较，现在婚事作罢，还想用我的银子娶别的姑娘进门，怕是不妥吧？你放心，我1两银子都不会少给你。还望侯爷说到做到。
沉香，去喊我三哥，让他多带点人来。是，小姐。听好了，现在就去侯府将我的东西搬出来，趁今天侯爷在，将账目通通算清楚。知月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宋若真，你就偏要在今天搅和这场婚事。侯爷此言差矣呀，这怎么叫搅和呢？我不过是想早点将账目算明白罢了。想必秦姑娘嫁给侯爷，也不希望侯府处处是我的东西吧？你们夜里睡着我买的床，盖着我买的被面，合适吗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！你这个混账！宋公子，你快住手！贱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坏我妹妹的婚事？干得漂亮！宋之玉，你打我也就罢了，凭什么打双双？要脸的下贱坯子！妹妹，别担心，你可是我们宋家的掌上明珠，岂能被这种贱人欺负？瞧着这林之月，也是个瞎了狗眼的。这婚我们不成也罢。来人，将我宋家的东西全部都搬走，搬不走的通通砸了。宋家的东西，他们不配。所有置办席面的人带上东西都跟我走，在我宋府门口办个3天的流水席，便当宴请百姓了。除了我带走的，侯爷还欠我800万两银子，1天之内送到我宋府，否则我便去击鼓鸣冤，与你对簿公堂。什么？800万两？短短2年，侯府怎么可能会花这么多银子？侯爷莫着急，账目上每一笔都记着。且不说别的，这2年来，你先后给我寄了12封信，每一次都在张口要银子，难道你心里没数？这牌匾也是我前几日刚命人做的，现在用不上了，砸了不过分吧？此人的气运竟是比林之月还要好。明明上辈子宋若真一直忍气吞声，为林之月铺桥搭路，这才成就她的一世荣华。难不成她也中招了？这倒是有意思。真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娘，我不嫁了。什么破侯府？我妹妹不嫁了。我之前瞧着林之月长得人模人样，没想到做出来的事竟如此上不得台面。成婚之日娶平妻，当我们宋家人都死了不成？那什么秦双双，前几年一直痴缠3皇子，如今是年纪大了嫁不出去，这才答应的林之月。结果这家伙那么没骨气，上赶着答应还当个宝。今天没能打爆他的头，当真是不痛快。啊！什么？林府怎么能这么折辱我的女儿？我们宋家哪里对不起他们？这是……反正不成婚了，东西自然要带回来。那秦双双口口声声心悦临侯，我倒要看看她舍不舍得贴补空无一物的侯府。五妹妹说得好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，何必吊死在这棵歪脖子树上？我瞧着那林之月就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夫人，小姐，林老太太和林侯来了。看什么看，晦气！宋姑娘，今天只是我不好，没有提早先知会你此事，我向你道歉。哼，林侯在我花轿即将进门时，才知晓原来还有一位姑娘与我同时进门。今天更是当着那么多宾客的面，口口声声说心里只有秦姑娘一人。既然你们情投意合，我也愿意成全，何必还要跑这一套？你说这话便还是在置气。
今日我没告知你在前，的确是我不对。可你大闹一场，坏了这门亲事，让我成为皇城的笑话。说来，你我已经算是扯平了，如今又何必还咄咄逼人？你我婚约2年前就已经定下，我也没有悔婚的想法。只要你大度些接纳双双，我亦不会亏待你。你依旧是我林之月的夫人，不好吗？你怎么说话的？哎，真儿啊，你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。他在军营里待久了，那都是一群男人待在一块儿，说话不好听。如此说来，林侯是觉得只错在没有提前告知，而不是你根本就不该娶秦姑娘。我宋家的女儿只能是唯一的正妻，绝不接受什么平妻。这如何能行？哎，今日啊，的确是我们处事不周。真儿若是不喜欢，不如就让秦双双做妾如何呀？你为妻，她为妾，不论如何，她都越不到你的头上来。你也知道，今天的事情啊，闹得这么大，若是就此让她回去了，只怕她以后无论是找哪个夫家，都会被人嫌弃的。我知道你一向善良大度，定是不忍心。待他进了府，我让他离你远远的，这辈子都没机会越了你，可好啊？林侯也这么觉得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林侯也这么觉得。只要你愿意和双双和平共处，不针对他，我亦不会亏待你。如此说来，我进了侯府，还得处处哄着他，方才能得到侯爷的不亏待。哼，这般恩赐，只怕我无福消受，还是算了吧。本侯已经让步了，你还想如何？双双我是一定要娶的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哎，林侯不必如此生气，我这人呢，一向有成人之美。虽然他2年前因心悦三皇子才拒绝了你，但如今他肯浪子回头，亦是你好不容易盼来的，我也为你高兴。既是心上人，怎能委屈了他？自然要奉为正妻。我知晓林侯做事一向坦荡，林老夫人也将我当成亲生女儿看待，想必也不愿亏欠我。只希望侯府将我这2年的付出折成银子还给我，好聚好散，我亦不会有半句怨言。宋若真，你当真要这么做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已经年过20，若婚事就此作罢，想再嫁人可不容易。当真？你敢打我？表哥，我看你脑子不清醒，给你一巴掌让你清醒清醒。我什么时候污蔑你了？佩兰不过是说错了话，你就让她给刘管家做妾，不是恶毒是什么？表哥，我知道你一向没脑子。佩兰背叛我，收了别人的银两，她可是我姨母，也就是你的母亲送的丫鬟。我为了保存姨母的脸面，这才没有将事情闹大，结果你反倒因为这件事指责我。宋姑娘，你张口胡言，污蔑兄长，犯了口孽，又心思狭隘，容易走上歪路。我劝你嘴上积德，否则以后不会有好下场的。天水大师，天水大师，你快帮我作证，他故意冤枉我。宋姑娘，前些日子我刚去宋府看过风水，最近宋府接二连三的出事，和你不可谓没关系。好，不如你说说，和我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曾看过你的生辰八字，你本是天煞孤星的命格，
命运的福星，唯有嫁给灵猴才能化解。天水大师，我女儿失踪了这么多年，只求你能帮我算算，这辈子还有没有找到女儿的机会？你既说你有算命的本事，那不如我们就比一比，究竟谁算得准？看谁能帮这位夫人找到她的女儿。好啊，我若赢了，你便给我磕头道歉，说出是谁指使你将污秽之物埋在我家的荷花池里。夫人，你的儿女缘浅，注定相隔千里。不过你女儿，以我目前的道行，只能算出你的女儿在东南方。若有心寻找，可以去这个方向找找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大师，能否再准确一点？只要能够找到我的女儿，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的。唉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徐夫人可否将右手给我看看？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你女儿就在这里。你根本不懂，怎能乱说？林侯，宋姑娘还没说，你怎知她说的就不对？三皇子，听闻城中来了一位道行高深的大师，便来瞧瞧。看模样远比想象的精彩啊！王爷，这姑娘就是仗着出身不凡，故意来砸场子的。她这般胡言乱语，犯了口忌，定会口舌生疮，付出代价。不知您要找我算什么呢？在下一定竭尽全力。哼，说一套做一套，嘴里应该很疼吧？我才不会，怎么会这么蠢？遭报应了。本王倒是觉得宋姑娘说的十分有理。她既说能找到徐姑娘，你们一个个的在这阻挠什么？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宋姑娘，你说我女儿就在这儿，她究竟是在哪儿啊？你女儿就是她。哟，说来秦姑娘是不是欠我一句道歉呀？方才污蔑我的时候跳得挺欢的，这可是你请回来的大师，有心思在这里质问我，难道不该向这些被你连累的人道个歉？侯爷，我也是被骗的，我要是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绝不会将他请回来。双双并非有意，你何必这么咄咄逼人？这狗屁的大师骗了我们这么多人，如果不是秦双双请回来，我们又怎么会被骗？自己眼睛不好就算了，还要带这样的祸害回来，亏得我们一个个这么相信，害得我们这么惨。林侯怕不是也被这女人用了乱七八糟的手段拴住了，否则怎么会鬼迷心窍，放着这么好的宋姑娘不娶，非要娶这个女人呢？这就是你的目的，让所有人都指责双双，败坏她的名声，想证明她不如你。林侯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，骗子是秦姑娘请来的，又不是我让她请的。当然，林侯也有一句话说对了，他的确处处不如我。说得好，本王觉得你若是个男人，便好生道歉。口口声声污蔑一个姑娘家，不是侯爷该有的风范。林之月不甘的道歉，心里憋屈至极，还望林侯能长点记性，别总是犯了错光张嘴道歉，听得我都腻了。方才胡言乱语的似乎不止林侯一人。若真啊，是姨母不好，误会了你了。姨母也是担心你说错话会惹出祸事来。你不会与姨母计较的，对不对啊？表妹，
我们都是一家人。说来有趣呀，我的丫鬟被秦双双收买，姨母又将秦双双带来的骗子送到我家去，还埋下了祸患。我方才来讨要公道的时候，姨母和表哥倒不觉得我是一家人，反倒是处处帮着秦双双，这是什么道理呀？莫不是你们是串通起来的？否则为何这骗子不住在秦家，也不住在林侯府，偏偏要住在柳家？哎，我听说柳飞燕经常去宋家打秋风，这些年来大大小小东西不知道要了多少，竟是个白眼狼啊！可不是嘛，宋姑娘退婚也是迫于无奈。可孙汉飞方才说的那是什么话？我瞧着那秦姑娘反倒更像是她的表妹。这分明就是蓄意谋害，必须得让他们还个公道。柳飞燕见情况愈演愈烈，彻底慌了，就连柳大人都被惊动赶了过来。得知始末的柳旭阳脸色铁青：“你真做了这种事儿？”爹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混蛋会是个骗子呀！他之前做的那些，谁不信以为真啊？女儿也是被他给骗了呀！谁曾想，真儿像是认定了这一切都是我刻意为之，我是他的姨母啊！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害他呢？眼泪给我憋回去，有事说事，要嚎丧等说完了再好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姨母不妨说个清楚。若真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有什么事不如关起门来好好说，我一定让你姨母给你个交代，何必让这么多人看笑话呀？怎么能是看笑话呢？事情牵连到这么多人，姨母也说了她受了冤屈，自然得让大家都了解真相，免得被人误解了。我这可是真心为了姨母好呀。你的好意外祖父都知道，只不过你姨母毕竟是个妇道人家，宣扬出去。本王也想听听原因。之前倒是从不知，原来柳家和秦家关系如此亲近。况且宋姑娘的丫鬟被收买，如果不是孙夫人授意，那便是被秦家利用，总得分说个明白。邵大人放心，有本王在，自会为你们主持公道。是我被这江湖术士骗了，以为他道行高深，便从秦姑娘那儿将人给抢了过来。原本是想趁着这个机会多结交一点高门显贵，也能在皇城闯出个脸面来。至于佩兰，她被收买一事，我没有收买任何人，这其中一定是有误会。我若真是这种人，定会让他劝你不要嫁。可我是真心希望你嫁给侯爷的，我敢对天发誓。将佩兰带来。佩兰，你被人收买的证据我已经搜出来了，铁证如山。但秦姑娘说没有收买你，姨母也说完全不知道此事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若说出来，以后便安心给刘管家做妾室；你若不说，今日我也不会拦着姨母将你乱棍打死，扔去乱葬岗。还请王爷做个见证，以肃柳家家风。自然。说吧，究竟是谁收买了你？与夫人和秦姑娘无关，我不是被他们收买的。行，那就拖出去乱棍打死吧。王鲁，你去盯着，任何人都不许插手，打死之后扔去乱葬岗。王鲁乃是宋若真从宋家特意带来的打手，长相粗犷，一身腱子肉，寻常人见到都不敢招惹，
且对宋家忠心耿耿。是，小姐。死到临头了，哪还有你说话的份儿？王爷，宋姑娘没能问出来，就将人乱棍打死，岂不是死无对证？未必。小姐，我全都说，求你饶我一命。是夫人去请假的时候，齐姑娘身边的丫鬟来收买我的，不光送了我衣衫首饰，还给了我30两银子。小姐若是不信，那30两我已经送去给我娘，一问便知啊。我好端端的收买他做什么？宋姑娘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不了我离开侯爷，何必这样污蔑我？双双，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怎么能因为污蔑就离开我？为了让双双离开，你居然用这么下作的手段！我告诉你，不论如何，本侯都不会让双双离开。打住！你那侯府，谁愿意嫁谁嫁，我不感兴趣，也希望你们2位白头到老。可你们无缘无故非得算计到我的头上，那可就是你们犯贱了。怎么，你们感情好还非得将我娶回去做个见证，脑子有问题啊！秦姑娘也真是好笑，莫不是嫌自己没本事当不了正妻，我都主动退婚了，你还在这里委委屈屈的求我回去？平妻不过说的好听点儿，终究是妾。活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不愿意当正妻，死乞白赖的要当妾的。莫不是侯府如今亏空，连下人的银钱都付不出，秦姑娘没有那么多嫁妆可贴补，便盼着我这个冤大头嫁过去，你们便能吃我的喝我的，两全其美了。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。我之前实在是不明白秦双双有什么理由请宋若真回去，原来是为了银子呀。谁不知道宋家富庶？据说宋家千金离开林侯府之后啊，林侯府空空落落的，就只剩下个院子，还欠了一屁股银子呢。胡言乱语！我不过是看着婚约才会如此。双双一直不希望我做背信弃义之人，你怎能如此污蔑我们？这种道貌岸然的话，林侯喜欢强撑脸面就自己留着吧。你若真的在乎这婚约，就不会将一家托付给我之后和别的姑娘厮混，说一套做一套。这些不过是前尘往事，我已退婚，往后这种事情还望2位都不要再提。现在就先算一算收买丫鬟一事。他们说你污蔑，要想自救，就自己拿出证据来。有，我有证据。秦姑娘的丫鬟兰芝给了我1块玉佩，说这是秦姑娘的信物，还说他们几个贴身丫鬟都有，以后只要我将玉佩拿出来，秦家便知我是自己人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随着玉佩被拿出来的瞬间，秦双双眼里闪过一抹慌张，下意识地看向身旁的丫鬟。丫鬟下意识地想要离开，却被楚王身边的侍卫抓住，从其腰间扯下一枚玉佩。王爷，您请看。2块玉佩放在一起，正是一模一样的样式，一时间铁证如山，变无可辩。秦姑娘，不知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兰芝连忙跪了下去，哭诉道：这一切都是奴婢的主意，和小姐无关。小姐一直待奴婢极好，我担心小姐嫁给侯爷，宋家姑娘不好相依，这
打着小姐的名义收买佩兰，我没打算害宋姑娘，只是想知道一点消息罢了，还请宋姑娘小起，此事我家小姐真的毫不知情。兰芝，你怎么这么傻？小姐，奴婢自小受你的恩惠，如今也不过是想报答小姐，才会用这种蠢笨的法子，都是奴婢的不是。宋姑娘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怎么受罚奴婢都忍，只求不要冤枉我家小姐。宋姑娘，此事是我们的错，兰芝是我的贴身女使，还望你能网开一面。若真啊，你看这也不是秦姑娘蓄意为之，只是主仆情深才会擅作主张，可见啊，她定是待丫鬟极好的。这样的人啊，品行自是不必多说，你便不要再计较了吧。你姨母说的对，此事既已经水落石出，也不必闹得太难看。哎，姨母此言差矣。要我说，这兰芝不光该受罚，更应该重重的处罚，逐出门去。孙嫣儿赶了过来，有心在林之月面前表现她的善良大度，当即便抢先道：表姐，这好歹也是一个忠仆，你怎能如此心狠啊？你表妹倒是比你善良大度。表姐，做人该善良大度些，母亲一直这样教导过，我以为姨母也是这样教导你的，可你怎么……妹妹真是蠢笨，莫不知道我这样也是为了秦姑娘好。此话从何说起啊？且不说秦姑娘是主，丫鬟胆敢借着主人的名声在外胡作非为，如今被我逮住，若非秦姑娘当场对质，换做旁人，这笔账定是要算到她头上的。何为主，何为仆？一个仆人都敢擅作主张替主人出面，要么就是存了二心，要么就是主人能力不足，还需仆人出手。今日若心软放过，其他仆人见了纷纷效仿，岂不是乱了身份？如今只是收买，并未酿成恶果，若他日杀人放火，秦姑娘岂不是也被牵连？宋姑娘不愧是名门闺秀啊，管着宋家那么多人，果然看得长远。如今没出事，是这丫头还没来得及闹出事儿来。若不是发现及时，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？秦姑娘，你还是别包庇婢女了，迟早留下祸患。况且今日本就该给宋姑娘一个交代呀。带下去，乱棍打死。小姐救我！小姐救我！宋姑娘，你的婢女打算如何处置？她既说了真相，便留她一命。我昨夜便已将她送回柳家，身体也送到了姨母手中。本就是姨母买回去的人，该怎么处置，便由姨母做主，与我无关。林侯、秦姑娘，一同移步去宋府吧。亲眼看着东西挖出来，我也不至于再被泼脏水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见过楚王。今日本王叨扰了。王鲁，还不快点跪下！啊，天水大师，这……母亲，此人是江湖骗子，不光不能帮人改善风水，反倒只会刻意害人。今日已被我戳穿，
而此人居心之毒，更是在荷花池里埋下煞气之物，蓄意破坏我家的风水。巧的是，这江湖骗子是秦姑娘千里迢迢特意请回来的，现在是带她来将东西挖出来的。他是骗子，还不快去将东西找出来！小妹，他既是骗子，那他埋的东西有用吗？他是靠着养小鬼才能说中很多事，没有真正替人消灾解难的本事。害人倒是有一手，我们家的风水原本还不错，可他埋下的东西煞气堆积，积了血煞，长此以往，整个家族的气运都会越来越差。那你的婚事，你二哥如今变成这般模样，是不是也和此事有关？母亲，别想太多，现在尽快解决，还有转圜的余地。秦姑娘，你抢了我女儿的婚事，我宋家顾着体面，没有与你过多计较。你竟然还在背后使这种阴毒的手段，是不是太卑劣了？宋夫人，双双也是被骗了，并非蓄意为之。我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！对不起我妹妹不说，还看上了这种阴毒黑心肠的玩意儿来祸害我们全家，你不得好死！宋之玉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到底是谁过分？老子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东西！我妹妹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才会和你定亲。我大哥和你一同上的战场，当初在战场上面还救过你，你就这么对我妹妹？让你滚还不行，还要找这种贱人来害我们一家！宋之玉越骂越生气，偏偏骂的还很有道理。正想打回去的林之月脸色憋得通红，却不敢动手。这一拳头要是打下去，他的名声彻底完了。林侯，本王觉得宋公子说的不乏道理，此事本就是秦姑娘惹出的祸事，且不说她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，事情总归是她造成的，抵赖不得。楚君庭看着林之月被打肿的脸，说了一句公道话：多谢王爷主持公道。王爷，我也是被骗了，并非有意为之，难道非得让我给宋家赔命不成？这下有热闹看了。不知楚王为何一直护着宋姑娘？莫不是……林侯，此话何意？本侯只是觉得楚王一向性子冷淡，今日却无端帮着宋姑娘，觉得奇怪罢了。林侯不必怀疑，若楚王真对我有意，我早就和你退婚了，哪里还用在侯府蹉跎2年？宋若真真是个妙人，在闺阁里的性子可要比当初的侯府夫人有意思多了。这时荷花池的东西已经挖了出来，而所有人见到那东西时脸色皆是一变。啊，这青玉花瓶上面染了血啊！只见一个品质不俗的青玉花瓶上点点红色痕迹遍布于瓶身，宛若鲜血一般，看得人心头发寒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却将这种东西埋在我家，还说100年内不能挖出来，究竟是谁让你这么干的？我天水冷汗涔涔，左右为难。他若是说了，只怕也一样会没命。你若不说，可熬不过今天。
做了这么多的缺德事，今日必死。你若说了，我还可以考虑帮你化解一二。我说，是秦姑娘的丫鬟吩咐我这么做的，我都是听了他们的安排呀。你胡说！我说的句句属实，我是收了秦姑娘给的银子才这么做的。我想，一定是秦姑娘想嫁给侯爷，知晓了你与侯爷订了婚约，心有不甘，这才想毁了宋家的气运。我不过是个小喽啰，秦姑娘身份尊贵，我哪里敢不听啊？求求你们，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我一条生路吧！秦双双，你这女人竟如此恶毒，抢了我妹妹的夫君不够，还要害我们整个宋家，未免太阴毒了吧？宋之玉，动手打女子可并非君子所为。回答他的是一拳头。敢欺负我家里人，我管他是男是女，你既然护着，你就替他挨打吧。林侯，你喜欢这种阴毒女子是你的事儿，但连累到我们宋家，我们不会放过。来人，去报官。不能报官！侯爷，救救我，绝不能报官！林侯，我劝你别开口，做错了事，本就该付出代价，除非你要用权势来压我们。顺天府府尹赵文涛原本还在喝茶，一听闻此事牵扯到灵侯和宋家不说，连楚王都在，顿时什么都顾不上，带着人快马加鞭赶了过来。你看本王做什么？既然出了事，秉公办理便好。赵大人，此事林侯不如也随在下走一趟。你与秦姑娘如此亲近，应当也有所了解。赵大人说的有理，此事恐怕并非一人所为，还请赵大人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秦家，顾云薇没想到柳如烟会来要说法，不免心慌。宋夫人，你来做什么呀？哼，我来做什么？难道你不清楚？你我之间无冤无仇，可你教唆女儿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，实在卑鄙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明明做得很隐蔽，宋家怎么会知晓啊？哼，少装模作样，你女儿都被抓进顺天府了，与其在这狡辩，不如想想法子怎么从顺天府将你女儿捞出来吧。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无耻至极！玉儿，宋之玉立即拿起铜锣就敲了起来，吵闹的声音瞬间吸引所有人，连带着将府里的白将军也吸引了出来。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师父，秦家实在不做人啊！夫君还没有回来，他们便想害死我们所有人。当宋若真来的时候，便瞧见如此热闹的一幕。顾云薇站在一旁解释无人信，自家母亲完全将局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白将军虽然是父亲的师傅，但几乎将他当成亲儿子看待，此刻自然相信宋家。只见他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急得秦将军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好话说尽。看来这里不需要我出手了。
小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拐角处，一个乞丐不小心撞到宋若真，连忙跪下来慌张道歉。无妨，这是10两银子，换你一双鞋如何？小姐，我这鞋子这么破，哪能用10两银子来换呀？我说值就值，换一身衣服，好好生活。宋若真微微一笑，眼前的乞丐虽然面黄肌瘦，但面相泛红，是转运之兆，很快就会脱离困苦。既然撞见了，不如就结个善缘。多谢小姐。宋若真来到了顾云威的住处，在一旁的角落就开始挖掘，很快便挖出了自家的东西。看着眼前换命的阵法，他冷笑一声，他取出自家的衣物，将乞丐的衣物放了进去。既然这么喜欢换命，那便和乞丐换吧。哎，三皇兄，你今日去哪里了？我去了几处你常去的地方，你都不在，让我一阵好找。找我有事？啊，姨母明日在云水湖边举办赏樱宴，母后特意让我来告知你，明天一定要去啊。云水湖边？哎呦，三哥啊，你的婚事都快成为母后的心病了。这2年赏梅宴、赏花宴、赏樱宴，挨个举行了个遍，这简直将皇城的闺秀全都送到你面前了。你难道就没有一个喜欢的呀？其实我觉得吧，娶个嫂子也没什么不妥的。母后说的对，你年纪已经不小了，早日成婚也好让他们安心，你也不必为此烦扰，那不是很好吗？不去。哎呀，父皇下了令，你必须得去，若是不去就是抗旨不遵啊。父皇何至于为这点小事下旨？只要你没去，我保证圣旨很快就会送到王府来的。三皇兄，这次我也帮不了你了，我可不想再被母后训斥，你不能总是指望弟弟我呀。三妹呢说了，我这2日不能靠近湖，否则恐有性命之忧。三哥啊，你一向不信这些的，如今为了不去与姑娘相看，连这种幌子都扯出来了，你觉得母后会信？你就这么说，母妃应该不至于不顾我死活。当天夜里，圣旨就送到了储君庭手里，不去便是抗旨不遵。储君庭，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哎，你们说楚王今日会来吗？上次荷花宴便没来，不知此次有没有机会见到？我看你是一心希望楚王能来吧。楚王眼光可高着呢，一般姑娘根本看不上。我看你呀，还是早点断了这心思，免得到时候伤心的还是自己。哎，王兄，那个不是林之月吗？我听说他在成婚当日同时迎嫔妻进门，惹怒了宋家千金，宋家千金当场就走下花轿，掀了盖头，扬言退婚，实在是精彩。可惜了我没瞧见。我倒是瞧见了。王兄，你不是一向对这种事不感兴趣的吗？正巧遇见，那位宋姑娘倒是个妙相，当街退婚，还搬空了侯府。总之与寻常姑娘不同。王兄，你该不会是喜欢宋家姑娘吧？胡说什么？她如今刚退婚，你说这种话让人误会，坏了她的名声。这就互上了。蓝色的海底，留下了风景，我们的距离遥不可及。林侯，听说秦姑娘还被关在牢房里，你与她情深意重，今天怎么自己过来参加赏樱宴了？
莫不是光娶一个不过瘾，便又来物色了？宋姑娘刚退婚便来参加赏樱宴，本侯来又有何不妥？如今宋姑娘年逾20，大好年华不在，自是着急相看，本侯也不意外。晦气，也不知这书是怎么写的。这种小肚鸡肠的男人竟也能成男主。2年光景为了狗40可惜。林侯若是觉得对不住我，不如多做些赔偿。退婚当日欠我的800万两银子，如今已是第3日了。我想问问侯爷，打算何时归还呀？莫不是非得我去顺天府状告才行？林侯府不要脸面，我宋府还是要的。哦，当然，我奉劝侯爷一句，还是不要坑蒙拐骗的好。听说秦姑娘还在牢中，难不成她早就知道侯爷缺银子，偏自己又没法子，这才想出了这么一招？女子该温婉大度才是，你这般小人得志的嘴脸，实在是让人恶心。总比有的人占尽便宜还泼脏水强。说人前不如先看看自己。林侯若是没做错事，何必恼羞成怒？今日既然说起了，若林侯今日不还我，待会儿我便去一趟顺天府，免得秦姑娘一人在牢房中待着寂寞。你去陪她也好。哎，吴妹妹，此事交给我便好。三哥一定将银子要回来，若是不还，我便敲灯文鼓，状告到御前去。快来人啊！楚王落水啦！惊慌失措的尖叫声传来，楚君庭根本不会水，在湖水里不断地扑腾着。前来救人的护卫连忙救人，却发现根本无法将其救上来。直到多了几个人下去查看，这才发现楚君庭的脚被水草缠绕住了。直到救上来，楚君庭脸色苍白如纸，脑海中浮现的便是宋若真昨天说的话。送你一句话，不要去湖边。欧秋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别吓我啊！王爷，我是不小心的呀，绝不是故意推王爷的。其他人倒是心知肚明，这姑娘一心想接近楚王，奈何没有机会，这才故意想摔进楚王怀里。谁曾想力气太大，竟是将楚王推了下去。徐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宋夫人啊，多亏了你女儿，否则我这辈子怕是都糊里糊涂的，连老天爷将女儿送回到我面前我都不知道啊。请里边坐，快去将真儿喊来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徐夫人能一家团聚，我亦很欢喜。宋姑娘，若是没有你，只怕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和亲生父母相认，更没有机会承欢膝下。徐姑娘，你与徐夫人皆是心善之人，老天都不忍你们分开。即便没有我，相信你们迟早会相认的。宋姑娘若是不嫌弃，能否与我交个朋友？当然。宋夫人，以后可多带宋姑娘来我们府上转转，能与你们交好啊，也是我们徐家的福气。柳如烟受宠若惊，徐太傅乃是当朝元老之一，平日里想要与之交好的官员不知多少，奈何都求路无门。没想到因为自家女儿，竟有了这样的好机会。多谢徐夫人。我知晓宋将军自上次一役后便了无音讯，我倒是觉得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。以宋将军的本事，想必只是受伤暂时耽搁了，
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希望如此。我听闻退婚一事了，像宋姑娘这么好的姑娘，是灵侯没有眼光。皇城中好儿郎多的是，我儿子尚未成婚，不如有机会见一见啊。宋姑娘，我大哥人很好的。啊，徐姑娘，你听我说。过几日是家人为我办的认亲宴，你可一定要来啊！你倒是听我说完呀。真儿，过几日便去一趟吧。徐太傅家的认亲宴，如今大家都知晓此事与你有关，你若是不去，怕是也不太妥当。徐公子乃是皇城的年轻俊杰，即便是你二哥，之前也曾夸赞过他的文章。若是……打住！母亲，我这才刚退婚，林之月和秦双双如今毁了名声，正在想着法的往我身上泼脏水呢。我若真的这么快就定了亲，岂不是白白送机会给他？此事怎么能怪你？林侯白白耽误了你2年青春，难道现在还要继续耽搁下去不成？徐兄的才学的确一流，我之前曾读过他的文章，当真是才华斐然，令人佩服。真儿，你告诉娘，你究竟是怎么知晓此事的？柳如烟不免疑惑，自家女儿能有这本事固然是好，可这2日发生的事实在太古怪了。真儿以前从不会这些。娘，此事说来也很奇怪，自从我那日被退婚之后，就觉得受了很大的刺激，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多了很多东西，比如阴阳眼。宋若真将早就准备好的说辞说了出来，除非她不用这本事，否则此事迟早要说清楚。与其遮遮掩掩，不如坦然相告。反正她如今就是宋若真，如假包换，也不必担心家人怀疑。阴阳眼，前2日荷花池里的。没错，我是因为有了这个能力之后才会知晓此事。不光是埋藏在荷花池里的东西，还有二哥之前戴着的手串都有问题。宋若真身为玄门门主，掌握的是真正的玄学，6爻、太极、八卦、易经都很精通。不过太过深奥的东西解释起来容易让人难以理解，倒不如阴阳眼更为简单易懂。你是受刺激之后忽然有了这本事？其实是在当天知晓林侯娶平妻进门时，我就被气晕了。等醒过来之后，就有了这些记忆。难怪，真儿，你在我们面前不必强撑。之前我们都被林侯骗了，以为他会厚待你。如今种种实在不堪托付，母亲一定会给你找个更好的夫婿。母亲，我暂时不想成婚。父亲尚未回来，大哥的腿疾，二哥的眼疾都需要医治，我想留在家里。真儿，姑娘家实在耽误不起啊。母亲，既然五妹妹暂时不想嫁，那便不嫁。待真遇到了合心意之人，你不让她嫁也会嫁的。你二哥说的对，母亲不催你了。你想待在家，便待在家。直到柳如烟离开，宋若真这才笑着看向宋逸安。二哥，多谢了。二哥明白你的想法，不过母亲也是为了你好。那不如让母亲也为二哥物色一个好姑娘。当我没说。本集又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喽。
前几日太忙了，林侯府的10几间铺子都没有顾得上收回来，我今天打算去收铺子。二哥要不要一起去转转？成天待在家里也憋闷，不如出去走走。我需要的药材今天应该就能到了，等东西齐了，我就为二哥医治眼睛。好，喊上三弟一起去。我看不见，你又是个姑娘家，有三弟陪同更安心些。五妹妹，你这是要出去打架？不是说出去收回铺子，顺便买点东西吗？这架势看起来简直像要抄家。哼，收铺子嘛，说不准有些恬不知耻的家伙不肯松手，带着人总是更方便一些。直到抵达铺面，便听见里边传来争执的声。林管家，我家小姐前几日就派人说了，从此与林侯府再无关系，所有的账目银钱都归宋家所有。你别说是要银子了，赊账也断然不可。宋掌柜，这2年前铺子的账目一直都送到我们府上，夹杂的东西岂是轻易就能说清楚的？况且这铺面本就是我们林府的，宋姑娘只是让你来帮我们打理，如今就算退清了，铺子也是我们的，该走的是你们才是。你们现在就走，所有的东西都不许拿，否则便是偷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宋家带来的，你们还想谈下不成？别太过分了。地契在我们手上，这就是我们林家的东西。你现在就带着你们的人赶紧滚！谁说铺子里都是你们林家的东西？小姐，他们实在信任太深，铺子里的货物全部都是我们的。宋姑娘，前2日该带走的东西你都带走了，这铺子本就是我们侯府的，地契也在我们手里，现在让你们的人离开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林涛心头一喜，他早就看上这里边的东西了。宋家的货那是数1数2的，将这铺子收回来，那可就是会下蛋的母鸡。